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随着卓伟大瓜事件的不断发酵，原本应该在9月底公布明星身份的卓伟，却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再也没有说出任何的新消息。可紧接着，卓伟事件最大的嫌疑人任嘉伦，却被一位网友举报其在妻子孕期出轨，给3晚138块的酒店和2等车坐，更是称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细节，狗仔都没他知道的多。那么这个网友为什么要举报任嘉伦？他所谓的证据又是什么呢？10月4日晚上，一位网友发帖声称，自己因为一条1年前没有任何点赞的微博，就被任嘉伦的粉丝给辱骂了，这让他非常的生气，因此他才发帖爆料任嘉伦在其妻子怀孕期间出轨，长期在青岛、横店以及杭州等地与一个叫蓝鹤的女子厮混约炮开房。而且这位网友丝毫不偏不倚，不仅痛斥任嘉伦疑似孕期出轨，也骂蓝鹤知三当三，破坏人的家庭，并且吐槽任嘉伦相当抠门，甚至开房都不愿意去好一点的地方，只愿意开个138的酒店，千里迢迢将女方约过来，却只给人订个2等座。似乎这位网友手中确实有实锤，面对粉丝对他博热度的言论，也丝毫不留情面，很硬气的堆了回去，表示自己神正不怕影子斜，还附上了几个城市的名字，然后直接艾特了任嘉伦和他的工作室，并表示坐等任嘉伦来告，只是可惜现在账号已经找不到了，不知道是自己注销的还是被注销的。然而舆论毕竟已经带起来了，自然没有那么轻易压下去，尤其是任嘉伦疑似出轨的事情传了这么多年，吃瓜群众越发好奇，究竟是真的空穴来风，还是确有其事？而且任嘉伦说搞黑这么多年，但最终也只是在名誉权和诽谤权的事上比较硬气，好几次莫名其妙就又撤诉了。而名誉权完全就是明星的万金油，无论真假都能用一用，现在根本就糊弄不了吃瓜群众。且不久之前，任嘉伦工作室还曾专门就网上的各种言论发布了声明。如今这位网友竟然敢直接艾特本人爆料，光是冲这一点就有很多路人觉得这件事情像是真的。不过更多的吃瓜群众还是非常谨慎的，并没有轻易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，反而希望这个爆料者能够拿出视频和照片来证明这件事情。要知道，这个爆料者早在之前就曾经发表过一些疑似抹黑任嘉伦的言论，如今再次提及这件事情，难免会有人觉得这个爆料者就是在蹭热度，但也有一部分认为他敢直接艾特任嘉伦的团队，就证明他手上应该有足以支撑自己言论的证据，因此就有不少人觉得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并不算低。当然也有一些自称是路人的粉丝，直接质问起了爆料者为什么会知道别人的私事，如果别人因为你事业尽毁，你睡得着吗？其实从这些言论之中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有很多自称路人的人其实就是披着马甲的任嘉伦粉丝，他们是真的在为自己的偶像叫屈，同时他们自己也非常的无奈。毕竟如今娱乐圈的所谓声明真的没有任何作用，之前的那几位顶流每一个都发律师函了，结果呢，改塌房的都塌房了，改进去的也全去裁缝纫机了。因此现在网友是真的不愿意再信这个所谓的声明了。当然对于这个网友的疑问，其实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，毕竟一个人就算是在关心明星的动向，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，能够明确的知道明星的一举一动。但有人对此却表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觉得这个爆料者或许就是曾经任嘉伦工作团队的，毕竟像宋祖儿这样的明星，他们的黑料全都是之前跟他们一起工作人员爆料的。毫不夸张的讲，工作人员对于明星的了解程度，甚至比他爹妈都清楚。看看之前的芊芊，他做的那些事儿，直到进去了，他妈才清楚，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认为受害人是在敲诈自己儿子了。当然了，这些也并不能证明这个爆料者所说的内容都是真实的，毕竟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证据，但从细节中，其实我们也能观察出一些东西。根据爆料者所爆料的内容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爆料者认为任嘉伦是在自己妻子孕期期间出轨的，出轨对象还是一个曾经拒绝过他的女性，并且他还指出这个女生还曾经非常看不起任嘉伦，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，这个曾经看不起任嘉伦的女生却愿意为了任嘉伦知三当三，
并且就连任嘉伦让他住138元酒店和只舍得买2等车座的情况下，还愿意和他共度春宵。看到这个剧情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一些东西，那就是这样的故事似乎在某乎上有很多类似的文章。为了爱而不得的白月光抛弃妻子的狗血文章，不就是这个剧情吗？在被女神拒绝之后，找一个适合当老婆结婚的人结婚，自己功成名就之时，白月光直接回来倒贴。结果男主为了弥补往日的遗憾，与白月光暗通款曲，最后害得自己妻子流产。然后男主幡然醒悟，可女主却看清了男主的真面目，然后利用自己的手段将男主搞得身败名裂，最后和暗恋自己的深情男二走到了一起。说真的，这剧情简直就跟小说一样。要知道，这个爆料最离谱的就是剧情实在是太狗血，即使任嘉伦现在还算不上真正的顶流，也不至于连个好点的宾馆都住不起吧。而且作为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演员，他应该也清楚，那些因为私生活问题最终导致职业生涯毁于一旦的人，都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，最终惨遭爆料的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这个爆料者爆料的地点都不是准确的酒店名字，而是城市的名字。这些地方只要是关注明星行程的，应该都清楚。所以这并不能代表任嘉伦真正做了什么错事。除此之外，之所以有很多人相信这个爆料者的话，很大程度上就是爆料者艾特了任嘉伦和他的工作室，并且放话要让他来告。但很明显，他就是在赌一件，那就是任嘉伦会不会告。一旦任嘉伦真的没有任何的反应，那么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被坐实了。那样一来，任嘉伦最后的下场可想而知。现在的娱乐圈，只要是本人不回应，那就是实锤。之前杨颖被曝前往疯马秀被辟谣，但杨颖自身并没有澄清这件事情，那么这件事情自然就成了实锤的事情。毕竟现在的娱乐圈并不需要所谓的真相，只要那个真相符合人们心中所想，就是人们心中的真相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应该清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这个爆料者之所以选择爆料任嘉伦的原因，主要就是被任嘉伦粉丝给骂了。毕竟在网络上，谁遇到喷子心里都不好受，尤其是如今饭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粉丝的种种恶行自然也会反噬到正主的身上。之前 TFBOYS 的演唱会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，他们的粉丝种种的冲动行为，让很多不是他们粉丝的路人对于这3位顶流的看法都是非常厌恶的，所以粉丝的行为自然也会影响到正主的身上。不过现在这个爆料者的账号已经在社交平台上找不到了，因此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盖棺定论了。毕竟院主都跑路了，吃瓜群众自然该退场了。但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结束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人只是树上的一个树枝，而这个树的根则是狗仔卓伟。如果没有他的那句模棱两可的爆料，自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事情的发生。即使我们观察这次卓伟爆料的全过程，就不难发现，与其说卓伟真的有料，倒不如说卓伟这是在钓鱼，就是想让明星自己来领这个鱼钩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卓伟之前之所以会被称作是内地第一狗仔，就是因为他每次拍到的内容都是一些大瓜。更关键的是，他虽然吊人胃口，但一般就是到点就说事儿，压根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。要不然之后也不会传出所谓的6000万卖瓜事件。当然，除了这些，还有之后卓伟通过他人之口讲述的R姓男演员的事情，直接将所有的矛头全都指向了任嘉伦。结果到最后，他却解释说，压根就没有所谓的R姓艺人，是观众听错了，所说的是2字男艺人，这让任嘉伦的嫌疑得到了洗清。在这之后，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件事情直接被扣到了程毅的头上。要知道，程毅和任嘉伦是一个公司的艺人，任嘉伦头上的黑料莫名其妙的安在了自家明星的头上，程毅的粉丝自然是不愿意接受的。于是程毅和任嘉伦之间突然就爆发了一场网络骂战。尽管之后2位正主纷纷下场辟谣，但他们2家的粉丝却一点也没有停战的想法。还有程毅的粉丝直接给任嘉伦的粉丝写了一封信，说自家哥哥的处境很不好，希望任嘉伦的粉丝有点同理心，不要难为自家哥哥。不过这封信一出来，任嘉伦的粉丝和程毅的粉丝又吵成了一团，在评论区疯狂吐槽对面爱豆才是真正的瓜主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爆料者之前的言论会被发现的原因。
因此才有了这次爆料事件的发生。但不论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，这次事件造成的影响却已经不是一个明星那么简单的事情。这次的事件所造成的影响，如果不好好解决的话，对于任嘉伦也好，程毅也罢，都是毁灭的打击。除非是卓伟立刻讲出他要爆料的人到底是谁，否则这件事情必将成为两人心头上的一根刺，时不时的就要刺痛他们的心脏。因此，粉丝们与其互掐，倒不如等待这次事情的真相，最终也能还自家偶像一个清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